同学们好，舌象为什么可以诊断疾病？下面我们来看看舌诊的原理。舌象之所以能够诊病，是因为舌象与脏腑经络有关，也与气血津液关系密切。首先，我们看舌象与五脏的关系。舌为心之苗，手少于心经之别，系于舌本。舌为脾之外候，舌苔有赖于胃气上潮而形成，足太阴脾经连舌本散舌下，因此舌体有赖于脾胃运化的气血充养。肾藏精，足少阴肾经夹舌本，肝藏血主筋，足厥阴肝经络于舌本，手太阴肺经上达咽喉与舌根相连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五脏都可以通过经络与舌质联系起来，所以观察舌象的变化，可以测知内在脏腑的病变。脏腑病变反映于舌面，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。一般来说，舌尖多反映上焦心肺的病变，舌中多反映中焦脾胃的病变，舌根多反映下焦肾的病变，舌的两侧多反映肝胆的病变。不同脏腑的病变会反映在相应的舌的部位上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气血津液与舌象之间的关系。气血津液与舌象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。舌为血脉丰富的肌性组织，有赖于气血和津液的滋润。舌质、舌色与气血盈亏与运动有关，舌苔、舌体的润燥和津液盈亏与运输有关，所以舌象能够反映气血以及津液的病变。综上所述，舌象与五脏有关，与气血津液也有密切的关系，因此观察舌象可以诊断脏腑和气血津液的病变，可以用来诊病。舌诊是望诊的组成部分，舌诊必须结合闻诊、问诊和门、摸、开、刮等方法进行全面的诊查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舌诊呢？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。